啊？你是朕亲封的皇后，朕让你母仪天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，你却那么固执己见。你说朕，说你不如孝贤皇后，是，你是不如她。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，绝不会像你如此。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？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，臣妾倒想说一说。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身为中宫，也算无可挑剔，对皇上百依百顺，从不忤逆。皇上不也对她不满，以至于她不能安心。然而孝贤皇后死后，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，情深几许。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，皇上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？你不止孝贤皇后，在这个宫里边，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？就算是荣嫔，皇上曾经如此疯魔，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？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，临水自照，您只爱惜你自己。放肆！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，朕治理国事日理万机，过的是宵衣干食。整个后宫里，朕不爱惜自己，又有谁会爱惜朕呢？人人只会算计，还要图谋朕，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？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、算计背叛，确实让人厌烦。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？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吗？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，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，避免淑妃有孕，以至于12个体弱，不治早夭。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。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，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，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。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疯魔，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。还有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。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，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，对凌云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？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。清白2个字，臣妾都说倦了。你还敢提他？哼！永基是你的儿子，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，你还要朕怎么样？朕没要他的性命，留住你的后位，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。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？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？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，其实刚愎自用、薄情寡信、自私虚伪是你，疑心深重的更是你。放肆！你藐视君上，失去了一个做臣妇的本分。与其看你如此疯魔，不如朕废了你！不用皇上废了臣妾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忍了。做什么？
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，如今臣妾断发为妻，给去了的青樱和后礼。如意，你疯了！公主，贵妃娘娘，怎么回事？怕是又出大事了。皇阿玛，皇额娘怎么了？皇后心机疯魔，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断发！皇上，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，皇上您还健在，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？金宝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不堪中宫重责，明天一早，命伏龙安送回宫中医治。没朕的旨意，不许出仪关宫半步。令贵妃今为皇贵妃，设6宫事。这，谢皇上恩典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静静。儿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奴才伏龙安见过尹妃娘娘、荣嫔娘娘。荣本宫和荣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。这……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，纯惠皇贵妃的女婿，你可别忘了，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。皇后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你们要顾好自己，
不要受本宫牵连。皇后娘娘回宫，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，也好多个照应。多谢。两位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，晚上就风靡了。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。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，你突然送她回宫，旁人会如何揣测？朕已经给她体面了，说她回宫治病了。儿子奉皇娘寻幸江浙，承欢洽庆，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，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，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。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，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。皇后这么做，必定事出有因。你夜夜游湖之事，哀家不提，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？人已经送走了，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，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，实在太过。皇后心慈，才留了他们性命。叫哀家说杀了他们，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，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。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倒是天天叫，这么个叫法，哀家真是许久没有听到了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。有皇帝这句话，哀家就敢说话了。皇帝，你是真的想废后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于国祚更是不祥。想世祖皇帝一生，最为人诟病的，并非独宠董鄂妃，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。大清开国100年，废后就唯那一次。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！失德的是皇后，不是朕。皇后背德不逊，与朕不同心，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，亲手断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满人断发，一为国丧，二为夫丧。皇后出身大家，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了。但她为何如此？你想过吗？皇帝啊，你是逼皇后太甚了。皇后如此狂悖，叫朕如何能忍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若是废后，则天下臣民不安。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废后，让天下人如何揣测？这游湖之事，真是受了晋中的怂恿，是儿子轻率，儿子认错，
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。既然处置了晋中，那就是皇后无罪。民间休妻，尚要有妻出之条。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天下臣民言之凿凿，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？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，朕要封如意为后，皇娘就不赞成。可如今朕要废后，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？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，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。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，为的是皇帝。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，为的也是皇帝。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，如今又怎不喜了呢？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，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？变的是如意，不是朕。即便如此，相伴10载的情分，皇帝也不顾念了。朕不是不顾念，是皇后言行不当，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。皇帝啊，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，就是因为太在意了，因为在意而废后。皇帝，你觉得值不值当？且废了乌拉那拉氏，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？难不成皇贵妃？皇帝啊，若说要像皇后，像妻子，莫过于孝贤皇后；若是像奴才，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。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，会后悔，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，那时可就晚了，追悔莫及了。令主儿，您终于来了，您得救奴才出去呀。那是自然的。对了，关了一夜，一定饿了吧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不了，那个出去要紧。事情怎么样了？晋中公公，皇上已经把皇后娘娘赶回宫中，现在我们主啊，已经是摄6宫事的皇贵妃了。皇贵妃，皇贵妃好。皇上这可就是有心要废后啊！奴才一定扶着您的手，走到中宫的宝座上去。本宫自然会登上后位。走吧。哎，皇贵妃，走。皇贵妃，皇贵妃，令主。您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王臣，这是做什么？令主，咱们可不敢
做什么？皇上要你死，本宫不过是奉旨罢了。令主，你得向皇上求情，你得救奴才呀！本宫为什么要求情？令主，本宫比任何人都想让你死。你只要帮我恩父爷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也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。放开我！你们以为替他做事情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你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是你不得好死，本宫可好好活着呢。你不得好死！蒙尘，把话传出去，皇上接近烟花女子，都是禁中一人所为。本宫只不过是秉公办事，除掉这个蓄意媚上的祸害。这。主儿，您别着急，皇后娘娘应该快到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容佩，奴婢在。直接入宫。是。姐姐，姐姐，于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已被禁足，您还是别跟着进去了。翊坤宫怎么这样寒酸了？内务府的人怎可以如此对待娘娘？皇上尚未废后，他们便这般迫不及待吗？掌灯吧。是。奴婢备了年教，您看。不错，走走吧。是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吧，我自己走走。娘娘小心。
娘娘，这入了夜还是有凉风的。您身子不好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是想在这儿坐会儿。那奴婢给你拿条毯子去。你别忙了，坐下来喝口茶吧。这不合规矩。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侍奉我这么多年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，还从没见你坐过。坐下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我还记得那日在长街，第一次遇见你，你质问长侍太监那个耿直大胆的样子。这一晃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奴婢至死都不会忘了那天。奴婢从小无依无靠，是得到了娘娘的关照，让奴婢伺候您，这是奴婢的福气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我不只记得遇见你的那日，我还记得这宫里边好多的日子。我记得第一回我入宫见姑母，满宫的红墙绿瓦，我就觉得这红墙可真高啊。记得听墙头马上，是我第一次见到红梨，我带她逃出去，到城墙上去玩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在城墙上要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还跟我说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我还记得嫁到王府当侧福晋的那个晚上，他掀起盖头看着我的样子，也还记得他让我继位中宫时跟我说，如意，万人之上，无人之巅，朕孤单得很。到朕的身边来。我当时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有点头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他身边，走到如今。这些年来，娘娘的心思，奴婢全看在眼里。娘娘是念着皇上的。你又走来这些日子啊，我如今想起来，都好像跟昨日一般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还念吗？不念了。娘娘是在这宫里熬得太苦了。在这宫里边，谁不苦啊？这些日子，我还时不时想起很多人，想起姑母、阿若、兰花、新月，也会想起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甚至还有魏延婉。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，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，让人厌烦。
恩宠，为了亲族，赔了这么多命进去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永璜和永琪都好好的，景思和永景都长大了，那该多好呀！永佩啊，想想，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，兰花、西月啊、绿云、玉颜、易欢，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，会不会也有他们呢？兴许还有皇上的。喝口茶吧。你也喝。茶有点淡了，你去找些新茶换一壶吧。是。皇上醒了，来，擦把脸，醒醒神儿吧。晋宝啊，还在外头候着呢。
让他进来吧。进宝。皇上，翊坤坤娘娘轰了。怎么会？回皇上，宫中传来消息说，皇后娘娘得痨症已久，后来连药也不喝了，在夜里子时过身了。但说娘娘去的时候很安详，容佩也已殉主。哎呀，皇上，您之前给娘娘送回册宝，她也不收，病成这样了也不告诉您，也不吃药，这是拿命跟您置气了吗？滚出去！皇上，就算皇后跟朕有什么，也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，半分教养都没有！你给朕滚出去！是。皇上息怒，桑仪该如何处置啊？处置什么？啊？处置什么？都给朕滚！滚！明明朕离宫之前才见了你，那时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瞒着朕？为什么病了也不吃药？到底为什么？娘娘，你为什么就这么走？魏氏已经恶有恶报，您本应该在这享福才是。娘娘竟这般无福，就这样病重走了。有什么可伤心的？此时的娘娘应该已经和她的少年郎在一起了吧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也来看额娘吗？额娘说她自由自在了，她真的自由自在了吗？
永基，好孩子，不要哭。额娘只是病得重了，从这病里解脱了，如今已经自由自在了。记得额娘说过的话吗？额娘只希望你一生平安顺遂。如果再有别的希望，额娘希望你也自由自在，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一定顾好你自己。额娘给你的，好好留着吧。福家，你先带永基进去吧。是。皇阿玛，你们进去吗？恭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都仔细问过了，娘娘的痨症确实是厉害，再加上娘娘又不肯吃药，的确无力回天了。但娘娘走得很安详，白天还带着容佩出了趟门，娘娘自个儿还上城楼待了会儿，夜里在廊下和容佩喝着喝着茶走的，像睡着了一样。身边除了给12阿哥的信，就是这本枯了的绿梅陪着娘娘了。这话是他自己回的。是娘娘生前自个儿把那半截裁下来烧了。皇上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皇上沮丧哀痛，怎么到臣这里来了？这幅画是从你手里交出去的，证明你复原，而且要复原的和从前分毫不差。皇上，臣做不到。为什么？皇上还记得臣给您和皇后画这幅画时的情形吗？皇上与皇后眼睛里都是彼此，自然而然地握了手。臣说这样握着手如画更好，皇后说这样不合规矩，但皇上说是不合规矩，可是合皇上和皇后的心意。皇上，中国有句话好像是说画比人长久，但臣总觉得画呀有时是最无用的，最美好难忘的都是在我们的眼里心里，画怎么能比得了这个呢？画破损了便是永远破损，所以再好的画愿也不必执念，不必。所以你是不愿意替臣复原了？
都是朕不想花，而是朕再也花不出了。别是勉强花了，我也不可能再复原如初了，请皇上原谅。那不是我姑母住的景仁宫吗？我老去她那玩，我可没带别人来过这里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心里有我的？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臣妾只希望和皇上长长久久的，能多长久就多长久。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。臣妾就喜欢你说3个字：你放心。我是想要告诉皇上，现在咱俩在一块儿了，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在疯癫上孤独，臣妾陪你，永远陪你。皇上，你知道兰因絮果这句话吗？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皇上，李煜替朕去传旨。这皇后生前行迹风靡，其丧仪不便赴皇后遗旨办理，只可召皇贵妃例行。着抹去其在宫中一切史书记载，画像遗迹，并昭告天下：乌拉那拉氏薨。皇上，太后来了。皇娘怎么来了？你自然知道哀家是为什么来的。我说，皇帝，你昭告天下乌拉那拉氏薨，宫里宫外议论纷纷。旁人不敢过来问，哀家来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懿是皇后，你不但改了她丧仪的皇后遗制，还对外称她是乌拉那拉氏，昭告她薨，不用皇后所用的崩。皇帝，你这可是要废后的意思啊！当年在杭州行宫，皇娘曾告诫过儿子，废后是失德之举，儿子自然不敢违背。可如今是如懿不愿意做朕的皇后了，送回去的册宝，她不收，病中也不服药，就连她当年封后时
郎世宁替他与儿子画的画像，他也毁去了自己的那一半。就算如此，皇帝，你把如意塞进了纯惠皇贵妃的地宫，不设神牌迹象，还抹去了她在宫中所有的一切史书记载、画像遗迹，你这可是过了些呀！这是皇帝，真有自己的考量。他公然断发，几次三番的违抗朕、忤逆朕。他将朕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朕以礼法治天下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一般的话，朕要如何辖制天下百姓，辖制前朝后宫？皇娘也说过，后位、尊荣、权势，如意一个都不在乎。既然他不在乎，儿子又何必勉强他呢？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。哀家明白了，皇帝是要还如意一个自在了。好，既然皇帝主意已定，那哀家就先回去了。眉雾，越需要用力抹去的，往往越是不敢面对的；越想忘记的，往往却是最难忘记的，是不是，皇帝？皇上，这些日子您一直待在梅坞，也不肯出去，后宫的娘娘们都盼着您呢。要不然，奴才陪您出去走走吧。皇上，慈宁宫那儿来人传话，太后想让您过去坐坐。知道了。皇娘，永琰已经成婚了，也封了亲王。这些年，他很争气，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是啊，都9年了，永琰的大事已定，而7公主和9公主也都已出嫁。这皇贵妃还如同疯妇一样活着。
贵妃这般模样，完全是她咎由自取。那是她罪有应得，只是永元大了，这样的额娘不好看。事情可以有个了结了。儿子明白。主，喝汤了。喝汤，喝汤，喝汤。给我喝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这是啥？哎呦，奴才刚忘说了，这不是熏骨汤，这是一碗鹤顶红。皇上，不知当年皇阿玛立下储君时，是否也像朕今日一般，如释重负，又惴惴不安？先帝乃千古明君，才选定皇上承掌天下。皇上亲疏于览，一定会为天下苍生定一位人君。朕这一世，夫妻恩情，嫔御恭顺，父母之恩，儿女之福，都已经失去了一大半了。朕终究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介寡人罢了。
太上皇，您要找什么？奴才帮您找吧。那个盒子。哎。太上皇，是这个吗？你先下去吧。这。太上皇，皇后娘娘，谁敢阻拦皇后娘娘？皇上呢？皇上正忙着呢。好，都守在外面，不许进来。
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哟，这是哪位娘娘啊？看着气质不凡，是来与我们姐妹同乐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面前，怎可言语如此轻薄？皇后怎么也有雅兴到这儿来了？臣妾听闻禁中引得皇上在此留恋享乐，夜深了，臣妾是来请皇上回寝殿安置。皇后别误会，朕呢只是唤他们唱一些民间礼曲，了解一下地方的风俗，无为什么流连享乐。皇后别多心啊。是吗？容佩，把姑娘们都带下去吧。是。还有，禁中当差有失，就交给你和三宝处置。是。皇上。皇后叫你下去便下去。姑娘们走吧。我，放开我！我会走。怎么了？这是姑姑。赶紧把他们送到岸上去。是。快点，跟上。好了，人也走了，皇后可以回去了。皇上还不回行宫吗？朕缓些自会回去。皇上在生臣妾的气。朕在想啊，这让李煜给皇后送的糕点也是无用啊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朕这大半生都在宫中度过，无一日不是严守规矩，恪守法度。如今见到一宫外女子，活色生香，秩序横生，朕才一时起了兴致。可皇后却偏偏要来闹，闹得彼此尴尬，连朕的脸面都不留了。臣妾来闹，臣妾就是为了皇上的颜面和圣誉才过来的。刚才出去的女子，衣上绣着团龙纹，手背上贴着水仙花帛，都是皇上许的吧？那又如何？这女子在城中到处炫耀，惹得人人风行效仿，大家都在议论皇上为胡和青楼女子取乐，传得不堪入耳。她不顾惜皇上的声誉，难道皇上自己也不顾惜吗？纵使如此，朕是天子，专心国事数十载，朕一刻的松快都不能有了吗？皇上不懈于志，才谋定如今的盛世江山，数次南巡，也是为了留下和圣祖皇帝一样的盛名，垂范天下。为了一时的松快，毁了数十年的声誉，值得吗？臣妾身为中宫，恳请皇上勿要任性，爱护龙体，顾惜声誉。你以中宫之名恳求朕，朕就以天子之名告诉你，不可以顶撞朕、忤逆朕。如此咄咄逼人，不仅比不上孝宣皇后的贤德，连丽贵妃的柔顺都比不上。皇上不止一次拿孝贤皇后和臣妾相比，臣妾无以再辩。至于令贵妃，令贵妃奸贤妄为，和敬忠一起引诱皇上贪恋风尘，丝毫不顾皇上的圣誉。皇上觉得她这是柔顺，是，还拿她和臣妾相比。令贵妃明白朕的心思，她会讨朕高兴。你呢，就会扫朕的兴。朕就是要嘉奖她，厚赏她，怎么了？
你对着朕做什么？臣妾的眼前人已非彼时人，两两相望，唯余是往。姑娘们，请吧。水玲珑姑娘，奴才送各位姑娘回会馆中去。不必了。这几日他们伺候皇上有福，就送到附近的尼安，从此便青灯古佛为皇上祈福。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想去。闭嘴！你们进不了宫，也不能再伺候别人，便只能出家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送你们来的人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后招。我们虽然卖艺，却不是承恩卖笑的青楼烟花。姑姑何必咄咄逼人？姑娘的话自己可信，且你们损及圣体，累及圣誉，留你们一命，已经是皇后娘娘慈为宽宏。你干什么？天加龙纹！你放手！姑娘就不要用在自己身上了。放手！脱下来！我想你也是聪明人吧？还有，进了尼安，这手背上的水仙花帛也不相宜。姑娘就自己取去吧，把他们都带走。锦州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得有人送他们去尼安呢。站住！奉皇后娘娘口谕，禁中迷惑君上，欲行不轨，即刻处死！你们敢！拿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救奴才！令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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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令主救奴才！皇后要处死奴才！谁敢动禁中？皇后娘娘懿旨，还要不得禁中性命？禁中的生死还由不得皇后做主。聒噪什么？令贵妃既然要留人，就暂缓处置吧。这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，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。这是。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。啊，令主。公主，正事要紧。王禅在，带禁中下去。是。这几年，你一直过得不高兴，一直违逆朕。如今看着朕的眼神，也都是寒气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对朕如此冷淡，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，还是他死了之后啊？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的，就是你。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。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，臣妾也曾经觉得，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，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。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，再深的情谊，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。那你又是从前的青樱吗？朕的青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。朕的青樱与朕相知相惜，理解朕，体谅朕。你看你现在，一点青的影子都没有。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。是，青樱早就不在了。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，实在是太累太倦了。
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？